从皇帝问路看庄子的处世智慧。大家好，我是明德君。大家有没有过迷失方向的时刻？那种四顾茫然，不知何去何从的感觉，往往让人焦虑。今天我们就从一场几千年前的迷路讲起，聊聊庄子《徐无鬼》中皇帝问路的故事。皇帝这位上古时期的贤明君主，听闻巨慈山中隐居着一位叫大魁的高人，便一心前往寻访，渴望从他那里获取治国之道。皇帝出行阵容不可谓不强大，驾车的是方明，参乘为昌玉、张若邪鹏在前边引路，昏昏滑稽在后面跟随。然而当他们一行人来到襄城的旷野时，竟迷失了方向。这7位可都是当时的贤能之士，却在这茫茫旷野中没了主意，周围荒无人烟，连个问路的人都找不到。就在众人焦急之时，他们遇到了一位牧马少年。皇帝赶忙上前询问：“你知道巨慈山吗？”少年点头称是，又问：“你知道大魁住在何处吗？”少年依旧回答：“知道。”皇帝十分惊讶，心想这少年不简单，不仅知晓路径，或许还能对治国有所见解，便问道：“请问如何治理天下呢？”少年却回答：“治理天下就跟这事差不多，何必多事呢？我小时候在天地间游玩，得了眩晕病，有长者让我乘日之车在襄城旷野游玩，如今病好点了，我又要去天地之外游玩，治理天下大概也如此，与我何干呢？”皇帝不死心，继续追问少年，无奈之下说：“治理天下和牧马有什么不同呢？不过是去除那些害群之马罢了。”皇帝听后心悦诚服，拜少年为天师后离去。庄子讲故事向来爱虚构，故事里的方明、昌玉、张若邪鹏、昏昏滑稽，还有大魁，这些名字看似奇怪，实则暗藏深意。大魁象征伟大，高耸空寂，皇帝寻访他，体现出对智人精神世界的向往。方明寓意光明正道，表明皇帝追求解惑的决心。昌玉代表天地通达，反映皇帝顺应大道治理天下的愿景。而前后跟随的人象征着凡人的各种心思情绪，这也暗示着追梦途中人们常被杂念干扰，就像皇帝一行人在旷野中迷路一样。这里无所问途，一方面是找不到问路之人，另一方面也暗示着即便问了，当地人也未必知晓大道。而牧马少年从小在山中逍遥自在，领悟了自然之理。他虽对治理天下不感兴趣，却深知其中的道理。治理天下如同牧马，不过分干预，顺应自然规律，便能治理得当。庄子在故事结尾议论道：世间有各种各样的人，如知士、辩士、察士，还有招式之士、忠民之士等，他们各有所长，却都依赖外物寻找存在感。无论是贪图钱财权势，还是追求建功立业，只要精神不能独立，都属于此类。在庄子看来，真正优秀的君主应无为。儒家眼中贤明的皇帝，在庄子心中也有不足。皇帝及其团队过于执着于治理策略，这种执念反而可能破坏国家的正常发展。就像我们生活中有时过于急切地想要达成目标，却往往适得其反。牧马少年这位得道之人看透了这一点，他告诉皇帝，治理国家不要瞎折腾，少干预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否则国家会离理想状态越来越远。若每个人都能从内心寻找生活的意义，不依赖外物，那么统治者与臣民之间便能和谐共生，幸福感也会油然而生。这个故事虽发生在几千年前，但其中的智慧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依然有着深刻的启示。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，我们也常常迷失在各种追求之中，不妨学学牧马少年的那份从容与智慧，顺应自然，不过分强求，或许能在生活中找到真正的方向，收获内心的宁静与满足。在当下，我们面临着工作的高压、生活的琐碎和社交的复杂，从职场晋升到个人成长，从物质追求到精神探索，我们总在各种目标之间奔忙。就拿职场来说，很多人一心想要快速晋升，频繁跳槽，过度迎合领导，却忽略了自身能力的沉淀。他们像极了那些急于求成的治理者，被外界的认可和物质的回报所左右，却在这个过程中迷失了自我，内心愈发焦虑。反观生活中的人际关系，我们常常为了迎合他人而改变自己，朋友圈的点赞之交，职场中的虚假应酬，这些看似热闹的社交，其实都是我们向外寻求认可的表现。我们依赖他人的评价来确认自己的价值，一旦失去外界的肯定，内心便陷入空虚。而庄子所倡导的从内心寻找生活意义，恰恰是打破这种困境的关键。当我们能够摆脱外界的干扰，
专注于内心的成长时，会发现生活中的很多烦恼都源于我们对有谓的过度执着。我们总觉得要不断的做些什么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，但有时候放下那些不必要的忙碌，回归内心的宁静，反而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生活的本质。比如，当我们不再盲目追求物质的堆砌，而是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，清晨的阳光，家人的微笑，这些平凡的瞬间都能成为我们幸福的源泉。从黄帝问路的故事中，我们汲取的不仅是古人的智慧，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，我们需要的是像牧马少年一样的从容淡定，顺应生活的节奏，不过分强求，不盲目跟风。让我们在内心构建一个宁静的世界，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的起伏，这样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宁静与满足，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。当我们真正将这种源于庄子智慧的生活态度融入日常，便会开启一段奇妙的转变之旅。在工作中，不再把晋升当作唯一衡量成功的标尺，而是专注于自身能力的稳步提升。每一次攻克难题，每一次技能精进，都成为内心成长的基石。此时的工作不再是为了满足外界期待的机械劳动，而是自我实现的过程。我们也能在工作与生活之间找到平衡，不至于因过度忙碌而错失生活的精彩。生活里，我们以真实的自己面对他人，不再为了虚假的社交热度而委屈自己。与家人朋友相处时，投入真心，用心经营这些珍贵的关系，因为我们深知真正的温暖与支持源于彼此真诚的交流，而非表面的敷衍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的社交圈子虽可能变小，却更加稳固和温暖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外界的声音如潮水般涌来，各类诱惑与压力试图左右我们的选择。但当我们内心有了坚定的力量，便能轻易抵御这些干扰。我们不再被消费主义裹挟，不会盲目跟风购买超出自己需求的物品，而是懂得珍惜所拥有的，学会欣赏生活中那些免费却又无比珍贵的事物，像是雨后清新的空气，街头艺人的歌声。黄帝问路的故事如同一盏明灯，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。它时刻提醒着我们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内心的宁静与满足才是生活的真谛。让我们带着这份智慧，勇敢地踏上生活的征程，在人生的道路上留下属于自己的独特足迹，收获真正的幸福与成功。以从容之姿笑对人生的风雨与彩虹，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，让内心的世界繁花似锦，永不荒芜。让我们通过传统文化帮助我们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。